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人到老年，手有三不插，钱有三不借，傻有三不犯。来看看你到底占了几条。不知不觉就到了不允许我们走错路、进错门、吃错饭、求错人的年龄。任凭你百般不舍，也挡不住岁月的匆匆。任凭你有10000个不愿意，也必须懂得人到老年的使命。你也要懂得，你已经老了，已经年长了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即使心智成熟，判断力清晰，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要避免的。有些东西必须是要躲开的，免得招人闲话。人到老年，手有三不插。第一就是不插手儿女们买车买房的事。儿女们买车买房找到你，让你参考意见，切忌替儿女们拍板做主。你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意见，但是却不可替他们做主。这种事情我们能回避就回避吧，因为你们之间想法肯定是会有差异的，还有可能后续的麻烦是非常多的，也未必能达到儿女们的满意，最后肯定埋怨你。所以这些事情你可以给一些意见，但是千万不要拍板做主。第二就是不要插手老家堂兄堂弟的事情。可能你觉得自己在外面混得不错，其实在老家里面混的人大多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特别是在思想上与意识上，那些堂兄弟之间的事情通常都是以利益矛盾为主，谁对谁错本来就很难说得清楚，何况你还远在外，更是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如果你在这时候插手去管的话，可能事情就砸在自己手里，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糟，自己也会惹上一身的麻烦。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少插手为好。不要插手朋友婚姻感情的事。即使朋友关系再好，但涉及到婚姻感情的事，作为朋友都不应该涉及到，因为感情问题本就很复杂，难以处理。作为朋友，还是少插手为妙。俗话说得好，夫妻没有隔夜仇，这种事情还是需要自己双方来解决的。朋友再好，你也只是一个外人，你也代替不了当事人，也不能感同身受。不管最后处理的结果如何，至少他不会埋怨你。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，我不建议大家做。人到老年，不借三钱。非病非灾的钱不借。不管关系好到什么程度，只要不是因为病和灾难，这个钱最好不要借出去。借的时候容易，但是要的时候可就难了。关系挺好的，一谈到钱就会把感情破坏得一塌糊涂。相信各位朋友也吃过这方面的亏，毕竟挣钱不容易，借钱的时候需要谨慎。投资理财的钱不借。不管给的利息有多高，涉及到投资理财的钱都不能借。不要被高利息所诱惑，太多血淋淋的教训已经告诉了我们，结果都是被骗的。你考虑的只是要利息，但别人考虑的可能是要你的本金，所以不要贪图小便宜，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。赌博的钱不借。无论多好的关系，多好的交情，都不能给赌博的人借钱。经常赌博的人向人借钱是最频繁的，因为十赌九输，输光了没钱了不甘心，于是不借钱想要赢回来。可赌博这东西哪有那么容易让人赢的？这可是无底洞，多少钱都填不满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借钱给赌博的人，尤其是经常赌博已经陷入赌博之中无法自拔的人。借钱给这样的人就是害人害己，不但你的钱要不回来，还害了别人。人到老年不犯三傻。第一傻就是对身体不好的事情不要犯傻做。保持身体健康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，要承担起这个责任，就要充分的认识健康的重要性。当你拥有健康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那么平常，只有当你失去它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它是多么的珍贵。所以对于健康不好的事情千万别做。隔人担保借钱的傻不能犯。
所谓的个人担保又叫做反担保，就是为别人的担保再做一个担保。很多人都上了这种担保的当，最后弄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你永远不知道担保协议的背后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坑。所以无论是至亲以血浓于水来相威胁，或者是挚友以多年相识为绑架，也永远不要为任何人做担保，不要让自己的晚年担惊受怕。3. 个人帮忙的傻不能犯。所谓个人帮忙，就是人家托你来帮忙办事，而你还要托付别人，这种忙本身就说明不好帮，况且人也老了，这种费心费力的事情别往身上揽。除此之外，人到老年还要懂得这些三字经。人到老年三不求： 1. 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衣食无忧； 2. 不求无人帮扶，但求自力更生； 3. 不求他人报恩，但求问心无愧。人到老年三不说：骗人的话不说，大空话不说，伤人的话不说。人到老年三不做：不做气包子，只会气坏了身子；不做老夫子，只能保持老样子；不做钱罐子，只存不花是傻子。人到老年三不弃：爱美之心不可弃，善良之心不可弃，快乐之心不可弃。人到老年三不怕：不害怕衰老，不害怕孤独，不害怕将来。人到老年三不问：不问职位，不问金钱，不问年龄，要问就问一个：你过得快不快乐呀？人这一辈子过得很快，任凭你百般不舍，也挡不住岁月的匆匆。岁月一晃眼就过去了，再也不允许我们走错路，进错门，吃错饭，求错人的年龄了。再唠叨的叮嘱一下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即使心智成熟，判断力明晰，但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避免的，省得到了晚年也不得安宁，费心又劳力。人到老年做到手有三不插，钱有三不借，傻有三不犯，做一个睿智的老年人，但求无风无浪，安度晚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